宝蛋炒饭，限量10份，售完即止。别急啊，我先来呢。出10万，让我赚钱。谁缺你点钱呀？我都排了1个多小时了。对吧？起来，别抬我。我年纪最小，都听我的，不要你。火候恰当，鸡蛋油而不腻，太好吃了！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炒饭。哗众取宠，那能见得动火？厌食症这么多年，我竟然有食欲了。停车，去看看。最后一份完工。哥哥，你的炒饭。福宝，一会儿想去吃什么？福宝想要爸爸，没有爸爸吃不下饭。福宝一天天长大，对爸爸的执念越来越深了。妈咪，我要这个是爸爸。儿子，他干的什么？妈咪，我要这个是爸爸。儿子，他叫你什么？妈，我不认识他。小孩子，童言无忌。妈咪，是你说的想要自己争取。你还真是人小心大，我儿子可是顾氏集团的总裁，身家1000亿。1000亿怎么啦？福宝也有1个亿。福宝，妈妈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大富翁里的钱不算钱。我们也要一份炒饭。今天卖完了，你们明天再来吧。多少钱一份？我可以出10倍。388一份，蔡叔叔。啊，你这蛋炒饭是金子做的，这么贵？土包子，只要我儿子肯吃，38000我也。奶奶，金钱乃身外之物。福宝，收摊。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既然不卖，每日限量10份，售完。走走。这破摊子故弄玄虚的。你有没有觉得这对母女其实并不简单？你什么时候上来的？爸爸，你不是想吃福宝蛋炒饭吗？福宝给你做呀。你挺会给自己2次投胎的嘛？你这么喜欢我？福宝，你在哪儿？福宝来找爸爸啦。福宝，下来！我不下来。下来！妈咪，你不能帮打冤呀。你听话，明天我还会去买你的蛋炒饭。真的吗？嗯。拉钩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，谁变谁是小猫啊。为什么跟福宝会这么亲切？不好意思，麻烦了。福宝刚才身上是不是有块玉佩？没看到啊，什么玉佩？我一直想找的人就是拥有这块玉佩的另一半人。这是我家祖传的玉佩，以后这就是你的了。
希望你能找到我。顾总，难道7年前的女人就是福宝的妈妈？啊，那岂不是福宝就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的亲孙女儿？这些都是我的人，赶紧炒吧，等着吃呢。我们这里谁吃谁自己排。禁止外挂，禁止超能力。妈，你这样大张旗鼓的话，确实是影响了人家做生意。爸爸，你来啦！我们小贝就是叮咛长辈的懂事，奶奶你学学。都撤了。是。等等，你看看，现在还能轮得到咱们？小吴，带现金了吗？啊？没有规定小摊儿不可以撒钱。懂了，顾总。路上干嘛？捡钱啊！妈咪，我好像感受到了一点小小震撼。第1位，第2位，第3位。等一下，福宝他几岁了6岁，怎么了？年龄正好。如果福宝是我的孙女儿，也不是不能接受。妈咪，他看见我的眼神如狼似虎一样，好可怕。7点了，要开始了。福宝蛋炒饭正式营业。原来看人做饭也是一种享受呀，光闻味道就不行了，香气扑鼻。位置在那边。这是给爸爸的。爸爸，我偷偷给你加个蛋。就在路边吃啊，这众目睽睽的，让我儿子多丢人啊！顾总这么多年厌食症，不知道能吃几口。是不是不好吃啊？你别以为你长得有点可爱啊，我们就可以将就啊！夫人，吃了，顾总又吃了。什么？油而不腻，口感丰富，这么简单的蛋炒饭，竟然这么好吃！啊，快，我也尝尝。妈，我的蛋炒饭确实很令人惊喜。这都多少年了，第一次见你胃口这么好。你就别吃了，给我儿子。顾总，我确实还能再吃一顿。
要不再来一碗？限量10份，你觉得现在还能有吗？观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近日，一家小摊爆火，据说他们家价格非常的昂贵，什么原因呢？我来带大家一探究竟。顾氏集团总裁顾怀安，苏然，你竟然还活着！老子喜欢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居然敢害上别人的孩子！你给我下药，我才会和陌生人。总之你已经走了，你们苏家的祖传食谱还有十味楼都是我的。我现在就要把你扔进江里，好好洗洗你这肮脏的身体。不要！帮我先去陪你爸爸，你们一家都要死在我手里！苏然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翻身！他们谁啊？来插队的？郭雨辰，全国最大餐饮企业十味楼的老板。蝉联食神争霸赛5年冠军的食神郭雨辰。郭雨辰，妈咪，他是谁？连我都不知道，还敢出来摆摊？石神，你身上挂这么多刀，不重吗？卧室上每赢得一位世界高手，都会获得对方一把菜刀。你所看到的这些，还只是冰山一角。做饭呀，叔叔也可以教，前提是你得离开你这个废物老妈，认我当爹。乱主意！我可以当你师傅，你能叫我妈咪一声师奶。好，既然你们不识好歹，就别怪我欺负你们母女俩。你要干什么？各位，这家摊检测出放有罂粟壳，国总食神特意前来为民除害。老板娘，不会真加了罂粟壳吧？你们这么黑心！要是他爷爷火种子粉，放干净很。这可是食神，我们当然心神神的。你小小年纪就搞这种歪门邪道，小罐卖那么好，赔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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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卖家赔钱！赔钱！我们没有加罂粟壳，不要听他胡编乱造。看到了吗？即便是你出来摆摊，我也让你不得安生。来人，摊给我砸了！住手！住手！果然，你这流氓的做派真是令人大开眼界。爸爸，坏人欺负我们妈咪。不，我就是教训一下这对黑心母女。就凭你这凭空捏造的检测单，寻衅滋事，我顾氏的律师堂可不是谁做的。欺软怕硬，你现在可以滚了吧？不要耽误我们做生意。这往前100米就是我十味楼的分店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在我十味楼的地盘摆摊的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各位，不妨尝一尝我们十味楼的蛋炒饭。我之前吃过一次的，确实好吃。这可是十味楼全国口碑最好的饭店，真是可笑，还食神呢，抢生意抢到别人家门口了。抢人生意等于杀人父母，你这个大坏蛋！这话应该我说才对。你们这摊摆的离我十味楼不到100米，价格也刻意比我高1块钱，你们是哪来的自信？敢跟10几年的老厨师比？那就比比，这样你才服气。真是自信。好啊，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陈老，陈老，想必各位都认识吧？
想必各位都认识吧？妈咪，他是谁？程老大夏最挑，也是最公正的美食评审，更是美食协会的副主席。老头子，我最看不惯就是这些哗众取宠、投机取巧的人。福宝没有哗众取宠，你都没吃过福宝饭，爷爷。你才几岁呀？无非你是千年一遇的天才。就由程老当评委，我们赌一把。赌什么？如果你的蛋炒饭没有我10味楼的蛋炒饭好吃，你们就从此闭店，不要在这丢人现眼。那我们赢了，又当如何？想赢，绝不可能！别异想天开了。如果我们赢了，你就关闭那家10味楼的分店。我10味楼的一家分店一年营收起码1000万，你这手谈100年都挣不到这么多。你是觉得这个赌注不公平？那当然了，你得加码。不过我看你们母女俩身上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。妈咪，这个够不够？夫人，这个玉佩和顾总的好像啊。何止像，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难道福宝就是我的女儿？她就是那晚的女人？福宝，这可是咱们祖传的玉佩，你确定吗？妈咪，相信我。好，我们就拿这个摊，还有我苏家的祖传玉佩和你比。好啊！你忘了你爸当年是怎么死的？要是再把你们这苏家的祖传玉佩输给我，你就可以好好下去陪你妈了。你。还怎么一股鸡屎味儿呀？就拿这种又便宜又垃圾的鸡蛋，怎么赢吧？这食材品质的高低啊，决定了蛋炒饭味道的上限。我们10味楼用的鸡蛋，那都可是进口的2只无菌鸡蛋，米饭更是高品质的进口鲜米。程老，福宝的蛋炒饭确实令人惊喜，不如您先尝一下，再做定论。妈咪，完成了。我们10味楼的蛋炒饭每一份都是毒丸不吐，看到了吧？高下立判。你们这祖传玉佩马上就是我的了。哎，你们的列祖列宗在地底下都快气冒烟了吧？啊！你们这么关心他们，你就下去陪他们吧。陈爷爷，该尝尝我的了。哎呀，从卖相上来看啊，我还是愿意先尝尝10味楼的。色香味俱佳，米饭口感饱满，回味悠长，不愧是10味楼啊！小孩子，就认输吧。看到了吗？我早就说过了，高下立判。你们呀，要是现在认输，我还能给你这祖传玉佩留根绳儿，你们拿这根绳慢慢传承去吧。啊！妈咪，我不会认输的。别担心，福宝不会输。凭我跟程老这么多年的交情，他肯定站在我这边。哼，给你们认输的体面，我老头子可不会因为你年纪小就口下留情啊！哎，怎么不说话呀？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呀？那还用说吗？肯定是难吃的难以下咽。你们母女俩呀，现在赶紧跪地求饶，否则我就把你这祖传玉佩丢到粪坑里去。不是，这每一粒米饭啊，都裹着鸡蛋的香味，鸡蛋香而不腥，哎，米饭油而不腻，这每一次咀嚼都是味蕾的极致享受啊！小孩子，你是怎么做出这么鲜美的蛋炒饭？
我真是随便说的啦。吓我一跳！我就说嘛，我儿子厌食症都吃了2碗，怎么可能会输嘛？哎呀，不，你一定有什么秘诀，乖，教爷爷啊！看到客人吃到炒饭的脸上的满足，福宝就觉得做饭很幸福。福宝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高的境界。米饭是隔夜的，鸡蛋是土鸡蛋，3分2炒不断翻滚，好吃才怪。我还相信他说的话，陈老该不会觉得他虚头巴脑的吧？哎呀，你这番话说到我的心坎里头去了。大道至简，去伪存真。你这个小姑娘不简单啊！美食随处可见，用心才觉得与众不同。香香都没你能装，你唬得了陈老，你唬得了我吗？陈老，公布结果吧。我宣布，福宝蛋炒饭胜。怎么，这小孩居然赢了？路边摊居然赢了10位楼，太牛了！陈青云，你连我师承的面子都不给，是要跟我翻脸，与我为敌吗？你这是恼羞成怒了吗？难道说输不起？身为食神，就这点格局，真是令人耻笑。除此以外，我还要宣布另外一件事情，在我手上啊有一个食神争霸赛的参赛名额，我决定把这个名额给苏福宝。谢谢陈爷爷。不许！他没有这个资格参赛。食神争霸赛除了炒，还有煎、炸、烹、蒸、烧各种烹饪技法，他就会做个蛋炒饭，凭什么参赛？他们没有资格，我说了算。福宝，作为你这次赢得比赛的奖励，叔叔给你开家餐厅好不好？这怎么行？你就别客气了，你也不想福宝每天摆摊风吹日晒的吧？对呀对，你就答应他，平时给他多做点饭，让他饿死就行。早知道这份蛋炒饭应该我亲自来炒，你们等着瞧。等等，这场比赛是你说的。你们运气好吧？下次我一定让你们这2个贱货身败名裂。他的意思是让你信守承诺，关了这条街的10位楼。关闭10位楼？过91老周年吃菜。你给我等着！你不关的话，我会用我自己的办法帮你关。妈咪，这就是家里有男人撑腰的感觉。你们家一家3口还真够温馨的。我们不是一家3口。妈咪，你害羞了。难道福宝就是我的女儿？你刚才为什么不把玉佩拿出来，跟他们母女相认呢？我缺席他们母女生活7年，就算相认，福宝的妈妈也不一定能接受。哎呀，我们好好补偿他不就行了吗？5000万，1个亿。哎呀，你不着急，我都着急了。那可是我们顾家的血脉，连亲子鉴定都没有做，贸然相认，万一是一场乌龙呢？这是福宝的头发，你拿去做亲子鉴定。好的，顾总。对了，我答应过他母女给他们开餐厅，这件事情交给你处理。还有，一定要给他们选择最豪华、最好的地段。放心，顾总，一定让他们母女满意。送给你，开业的小小心意。谢谢。妈咪，你不是说红玫瑰代表爱情吗？别瞎说。妈咪，你们俩要好好的哟。来，快看看你们的新餐厅。哇，这个地方好大呀，可以装100个人。这个椅子好软呀，好想坐一坐。顾总，这个餐厅的装修和布置贵吧？只要你们母女开心啊，这些都不重要。妈咪，我们在这里不会给城管抓了吧？你们先去厨房吧，我要去接程老，程老要来给福宝送参赛邀请函。走吧，去看看你的主场。
愧是顾总花重金请来的5星级大厨啊！大厨，这要是不出意外的话，你就是主厨了。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顾总请的总厨另有其人。什么来头？难道还能比得过张春林？厨房送地，别咋来都免地。赶快把这小皮儿带走，别耽误我们。叔叔，我就是新来的主厨了。你是主厨？哈哈，这开国际玩笑，这么小的小孩居然是主厨？对啊，就是我。怎么可能？主厨是个小孩，我看你啊，这个打差不多。他的名字叫福宝，这家餐厅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。怎么？这件事也有人预先通知你们？副总是说了，要来个主厨，他怎么可能是个小孩呢？就是。这是你炒的？啊，当然是我炒的。主厨还没有来，我是副主厨。火候太大，散播已经黑了，油液太多了，会影响菜的口感。你们小孩懂什么？我这蒜蓉青菜1盘500块，供不应求呢。福宝说的没错，这份蒜蓉青菜看上去最多只能打7。在那搞什么了？没事，赶快给我滚！叔叔，你生气也没有用，而且我还是你的老板呢。既然你吹牛，你是主厨，你炒一个比我这个还好的。炒一个青菜有什么难的？易如反掌。自以为是，到底对做饭有没有概念？我看你啊，连菜刀都拿不起。不就炒青菜吗？要是我做好，你们就心服口服，让我当主厨。看他刚才那2下，像是真会做饭。哎，炒菜太麻烦了，你做个文思豆腐。文思豆腐，那还比炒青菜难多。你们这分明是故意为难。你们刚才大放厥词，说自己是主厨，那豆腐该不会做吧？办公室厨师在基本功，小儿科。来吧，福宝，展示。我忘了，知不知道什么是文思豆腐？一块豆腐要切成上万条豆腐丝，这种水平的刀工需要3到5年的打。那个时候你还在吃奶呢。别废话，给福宝拿豆腐。一天天。文思豆腐好了。这刀工太好了，这不可能。怎么样，相信我是主厨了吧？就算你有2下子，那顾总也不能让一个小孩当主厨吧？简直是荒谬绝伦！哼！竟然怀疑顾总。吴助理，您来了。苏小姐，福宝，是我办事不周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没事，福宝年纪小，被人怀疑也是情有可原。瞎了你的狗眼！这家餐厅是顾总特意为福宝开的。是福宝，不会骗人哦。我当了15年厨师，是国家1级厨师。顾总既然钦定他当这个主厨，那我也不能给小孩子当助手吧，是身份。给福宝当手下怎么了？福宝可以教你很多东西。你说你当我师傅，那我不是自甘堕落吗？唉，也失去了当师神徒弟的机会。你要有什么不满，现在你就可以收拾东西走。这间餐厅没有你可以，但是不能没有福宝。都这样搞。叔叔，我爸爸呢？顾总现在去接陈老了，现在应该正在赶来的路上。这么快？是，现在我们赶紧备菜吧，时间紧迫。你们给陈老做饭？陈青云？那要给陈老做饭，那我就不走了。那可都是顶级的厨师，我都不够格呢。你这餐厅是你家呀，想留就留，想走就走。只要陈老满意，我愿意给你当下手。福宝，这位师傅是前辈，给他一个机会吧。备菜，我要牛肉虾仁白菜。好，来，快点准备。好，收到。哎，苏小姐，哪能辛苦苏小姐你呢？
顾总知道了肯定会不开心的。那我你可以去前厅看看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。这里不欢迎你们，滚出去！顾客可就是上宾，你确定赶我走？手机可都拍着，你收敛一下态度，别自砸招牌。餐厅是顾淮安开的，我还是得替他着想。就一道菜，佛跳墙。我警告你，你想搅黄福宝的参赛比赛名额，做梦！做梦！我就不信顾淮安次次都能给你撑腰。听说啊，爱吃饭，这个之后我再看。放心，福宝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哎，陈老，这家餐厅你可算是来错了。我今天来这儿，我们顾总都来了20年，连个菜影都没见到。对我这样的就罢，您亲自莅临餐厅，这菜却迟迟不上，这就是根本没把您摆在眼里。陈老，福宝已经在后厨准备了，很快。顾总，您就别找补。食神争霸赛每一道关卡都是限时赛，对时间的把控是对每一位厨师的基本素养，连这都做不到，还参什么赛？出菜喽！把你的嘴给我闭上！我们可没想让程老久等。程爷爷，您没有等久吧？前脚刚进门，你后脚就上菜了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他们竟然把菜都给做好了。我点的佛跳墙做好了吗？你要的佛跳墙，好浓郁的香味儿。寒气芬香飘四邻，这佛闻气禅过墙来啊！这味道，正宗。佛跳墙，国宴佳肴，天下第一菜。超级无敌海景佛跳墙啊！哇，这菜也是你做的？当然啦，这些菜都是福宝做的。不对，我才来了20分钟，这道菜是怎么做出来的？佛跳墙啊，至少需要慢炖2到3个小时，才能把鸡肉、海参、鲍鱼的味道相互渗透。我看这就是预制菜，全都是科举与海。爽炸了！这道菜你到底搞了什么鬼？见识浅薄。普通的厨师可能20分钟做不出来，但我们福宝就可以。我听说一些顶级的厨师啊，不光能够精确地掌握火候，还能在必要的时候运用内功加热火焰。你是说他区6岁就掌握了内功？这有什么难的？我可是天选手在上前。这下你没有什么话说了。是不是预制菜？我们尝一尝便知。你们就别耽误我们时间了。就是，我都饿坏了。顾总，我们可以吃饭了吗？好，各位，行。苏然，你们果然上不得台面，连馒头都拿出来了，糊弄鬼呀！再多说一句话，就把你们嘴封上。郭总，是我们失态了。福宝，程老亲自来给你送3菜要紧，你怎么不做点好菜啊？用馒头当菜？妈，你说今天是程爷爷的女儿要来了，我做了一个小兔子馒头，小女孩都喜欢。你说我是小女孩，真会讨人喜欢。这摆明了就是时间不够，做不了什么大菜，当着陈老家人的面还在这哗众取宠。谁跟你说只有大菜才能招待客人？哎，这看这造型，是手雕的吧？没错，这精雕细琢，栩栩如生，这雕工啊，也算是艺术品了。确实精致可爱，别有一番童趣了。尝一口，还有惊喜。这馒头除了雕工，还能有什么惊喜啊？我试试吃。
外皮酥软，内里细腻有弹性，怎么会这么甜？甜到我心里了。福宝加了蜜薯哦。好纯粹的小麦香气，我第一次吃的。这面粉和水的比例、酵母的发酵程度都恰到好处啊，再配上蜜薯，也不输大鱼大肉。一个烂馒头有什么好吃的？他到底是厨师还是面点师傅？兔兔真的可爱，你想吃，福宝还不给你做呢。福宝，介绍下一道菜吧。还用介绍吗？水煮白菜。呀，就算是猪都比这吃的好，就拿这招待人啊！福宝还能说话呢。小福宝，这道水煮白菜可有什么讲究？奶奶，这是翡翠珍珠白玉汤呀，里面有珍珠，也可以养颜。怪不得小吴跟我说，你从他那儿要了一个南海珍珠。南海珍珠可是80万一颗的极品珍珠，是所有珍珠里美容养颜效果最好的。也就是说，这碗翡翠珍珠白玉汤其实价值80万。反正都是我爸爸的钱，谁让我爸爸有钱呢？福宝，做厨师要脚踏实地，可不能夸大其词哦。没有，奶奶，你快喝一口吧。要真有这么神奇，我跪下来拜你为师。妈，你变年轻了，眼角的皱纹都没了。爸，我没有看错吧？是不是？确实是变年轻了，容光焕发呀！真的吗？这么神奇？这怎么可能？做饭又不是什么旁门左道。程老夫人，这个兔子馒头是专门为程小姐准备的，而这碗翡翠珍珠白玉汤是福宝给您特制的。福宝真是用心了，给我们俩一个接一个的惊喜。福宝，那你精心为程老准备的菜又是什么呢？就是这碗牛肉丸子汤。我小时候差点饿死，只能沿街乞讨，遇到了一个好心人，给了我一碗丸子汤。你们这招投其所好，真是把我们一家人全都拿捏了。陈爷爷，快尝尝味道怎么样？这丸子吃水饱满，还这么 Q 弹。爷爷，这个牛肉丸也可以打乒乓球哟。程老，这碗牛肉丸汤味道怎么样？一个字，绝！我这一生都在试图找回50年前的味道。福宝值得。福宝，你已经拥有了顶级厨艺的水平，相信你一定能跟我夺冠。谢谢。谢谢程老。这下你就放心了。老娃娃，剩下要看你的表现了。大家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在比赛上好好表现的，包赢。无痕争霸赛上高手云集，你们费尽全力上去，最后的结果只会是输得很惨。不管怎么样，这回是让你失望。程老的事先安顿好了，也该是时候清理一下垃圾了。来人！好贵啊！我爸爸的人比你们这些人气派多了。慕寒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是来吃饭的。吃饭？你3番2次就不教训一下，让母亲知道这里到底是谁的地盘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好好教训一下。贱人，你以为慕寒能一直给你撑腰？为了他，我早晚毁了你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。谢谢。妈咪，还有我啊！我和爸爸一起保护你。给我吧，你先去休息一会儿。那怎么行？你是顾总，又不是服务员。我就想给你们母女帮忙。为什么有一种一家人在经营餐厅的温馨？妈咪，主厨好累，主厨要下班了。是该好好休息一下，毕竟明天就是决赛了。福宝在那儿呢。福宝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呀？啊，你就是来吃福宝家炒饭的。而且姐姐还是明星哦。
国际影后林薇薇小姐将省首富沈万龙先生。虚名罢了，我今天来啊，就是来吃福宝的炒饭的。这几天没有你啊，我真的是茶不思饭不想的。今天真不巧，今天福宝的营业时间到了，改天再来吧。啊，那明天呢？明天营业吗？明天我要去石山争霸赛。好吧，那如果说你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随时联系我。还有我一定会推掉所有的会议，明天去现场给你加油的。福宝一定会赢的。舌尖上的风格，味道决定输赢。欢迎大家来到石城争霸赛的现场。据说这次比赛高手如云，是这些年来最有看头了。难怪啊！你们看那边，连林薇薇和沈万龙都来了。听说他们两个前两天排队去买蛋炒饭，都上热搜了。我听说那个卖炒饭的，这次也要来比赛。不可能，那个小厨师才6岁，上新闻是炒作，没资格参赛。御膳酒楼首席厨师徐大师到。御膳酒楼首席厨师，这可是大夏10大名厨排名第2的大师。不仅如此，传闻这3年他一直在闭关，为的就是能够在这次比赛上打败郭雨辰。连大厨徐峰都来参加比赛了，福宝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福宝虽然有天赋，但是面对像徐大师这种有经验、资历又老道的前辈面前，估计还是要吃亏的。郭雨辰，我闭关3年，独创新赛，今年的比赛，我势必一雪前耻。珍品门首席厨师冯大师到。今年的比赛卧虎藏龙，全都是名厨榜上的大师，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1、2个新面孔啊。十味楼掌门人郭大师到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上届食神赛冠军郭雨辰。今天的比赛，我会把那些不配来参赛的垃圾都清理出去。虽说今年高手云集，但是我相信，一定还是郭大师夺冠。郭雨辰师从上一辈食神苏威，深得苏威真传。可惜6年前苏威因病去世，十味楼至此也就成了郭雨辰的产业。话说这苏威啊，15岁名震天下，国宴名厨。若他还在世的话，这苏威姓苏，福宝也姓苏，两个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血缘关系啊？福宝要真是老食神苏威的家人，那十味楼应该也不会是郭雨辰的产业。福宝怎么还没来？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我打电话问问啊。人都到的差不多了吧？比赛可以开始了吗？请稍等一下，还有一位参赛者。还有谁是下了不敢参赛的？参赛摆路边摊卖蛋炒饭那个苏福宝，这不是在胡闹吗？这来参加比赛的都是名门大厨，肯定是节目组炒作，小屁孩不可能来。任老，我早就劝过你，不要给苏福宝参赛名额，他只会辜负你的一片好心。既然没来，就取消资格，别耽误大家时间。就是取消资格，我可不想欺负一个小孩。还有10分钟，比赛才正式开始，你们要是这点耐心都没有，不如直接退赛。按照比赛规定，比赛迟到是要取消比赛资格。现在
还是死定了。通了，通了！什么？你们堵车了？姐姐，我们堵在路上了。再这样下去，福宝就来不及了。现在交通管制的话也来不及了。这可怎么办？别急，一定会有希望的。等等，我有办法。我也有办法。妈咪，连超人都救不了我们吧？我相信他们。他们现在在枫林大道上，如果说能把车流引到前面的岔路口，应该就不会堵车了。把车引到高新路去。传令下去，今天所有去高新路商场的顾客，所有的消费免单。喂，范姐，麻烦你帮我发一个通告，就说我今天准备到高新路去办一场粉丝见面会。高新路商场免单，这边走。高新路商场免单，见面会来了啊！临以后粉丝见面会来了啊！临以后粉丝见面会来了，请在这边啊！高新路商场免单，什么免单了？临以后粉丝见面会，往前直走。临以后已经2年半没有办粉丝见面会了，我要去，快走，快走！确定是神仙帮我们开路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应该是沈先生和林小姐把其他的车都引到别的路上了。福宝，你可以好好感谢他们。耶，我也可以参赛了！早知道昨天就给他们破例做饭了。那你们做好了，接下来就看我表现了。还有20秒的时间，比赛就正式开始了。本次比赛最为争议的6岁小将，他究竟会不会来到现场呢？别说是我欺负你们母女俩，就连老天都不想让你们翻盘。我看8成是被这个阵容吓跑了。哼，这原本也不是小孩能来的地方。5、4、3、2。福宝饭店主厨苏福宝道。我不是福宝，我是冠军。顾王和林小姐做了那么多，挺看到的。他还真敢来呀！人还没灶台高，这心比天还高。上不了台面的街边摊贩，一会儿就屁滚尿流的下去了。你就是那个参加比赛的小女孩，我看是个不入流。我看不入流的是你吧？这样气不上好话。顾氏集团顾淮安，幸会。原来是有顾氏集团的顾总支持。咱们今天在这比拼的是厨艺，可不是资本。苏然，你别以为你抱了一条金大腿就能保你一辈子。谁说我不能一直保？无论比赛的结果如何，十位楼都被收。爸比，你好帅呀！就你们这帮人，还想坏我好事？各位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由我为大家介绍本次比赛的规则。食神争霸赛共分为2轮，将采用抽签制双双对决，最后胜出的2人通往下一轮的决赛。这次来就是为了打败他们，能不入我的意。不自量力，你输给我也不是1次2次。你不要跟我抢，我才是要打败这个大坏蛋的人。什么意思？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今天比赛高手如云，不用我亲自出手，他们也能轻易淘汰你。现在抽签开始，数字相同的为同一组。妈咪，我要抽到给郭有成一组，我要打败郭有成。福宝，你怎么比妈咪的胜负欲还强啊？妈咪想做的事情就是我想做的事情。
我是一。妈咪，我抽到了12，给谁一组？这一上来，竟然就对上了郭雨辰你。当务实现我闭关3年独创的菜品，看来这轮没必要拿出来了。我还不想给你比呢。于大师，你还是不要轻敌，以免大意失荆州。还轮不到你来提醒，自求多福吧。各位，第一轮比赛分别由洪书华对郭雨辰，苏福宝对徐峰。毫无悬念，决赛一定是徐峰对郭雨辰。这也是大家最期待的精彩对决。剩下的2位嘛，不过就是陪跑罢了。我倒是好奇，那个小不点儿能做出什么菜品。本次的比赛由选手自备食材，菜品不限。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。紧张？不紧张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和郭雨辰之间是有什么恩怨吗？你失去过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。我爸爸，他10年前得癌症去世了。我也失去了我的父亲，但他不是死于天灾，也不是死于疾病，那是郭雨辰给他投毒，他死于谋杀。爸，你怎么了？他呀，已经无力回天了。你干了什么？我只不过是他日常的饮食里面加了慢性毒药1年了，恰好该发作了呀。我待你不薄，收养你，认你当关门弟子20年了，你竟是来索我的命的！要怪我只能怪你女儿，原本她从我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接受你们苏家，可她有眼无珠，放着我这样一个男人不要，竟然和外面的野男人上床。关系都是这个畜生的借口，没眼了，我也不说。这些年我已经暗中接受了侍卫楼，等你一死，我就能名正言顺地接受侍卫楼了。侍卫楼是我们苏家300年祖祖辈辈的亲人。这爸，有人会走回侍卫楼的，你别走，你不能走，你别走，爸。可想踏入侍卫楼，这辈子你都没有翻身之地了。王总，爸！今天我要拿回我苏家的一切。对不起，我不该。这段时间，谢谢你对我和苏哥的照顾。其实这段时间我很开心。如果你是因为我的话，我会一直守护你们妹妹的。首先对决的是洪春华与郭雨辰。请问您第一道做的菜是？我今天要做的是3鲜脱骨鱼。啊，3鲜脱骨鱼，这道菜有什么讲究吗？3鲜脱骨鱼是整条鱼脱骨，再酿入3鲜馅料，难就难在脱骨，极其考验厨师的刀工。难怪我听说冯大师最拿手就是这是完整的鱼骨，鱼身也完好无损，而且这还不到10秒。这冯大师的刀工称第2，没人敢攀比。郭雨辰会输吗？虽然我不想承认，但他确实有两下子，毕竟他师从我们苏家。苏家是？我的父亲是苏卫，如果他还在的话，他才是当之无愧的楚界第1人。什么？你是食神的女儿？郭大师竟然在用菜刀在雕兵！
用菜刀雕兵，我还是头一次见，真是令人大开眼界。不过郭雨辰的那把菜刀好像是天下第一名刀——白鹤刀。白鹤刀摧枯拉朽，锐不可挡。你刀工虽好，可没有一把好刀，愿你虎上天夜。那是我父亲的爱刀，有特殊工艺制成，能最大程度上提升厨师的刀工。难怪他雕兵的刀法和雕豆腐一样丝滑轻松。那这样算不算作弊？食神争霸赛对厨具没有统一的要求，所以各位名师都会准备最好、最顺手的厨具。福宝福宝，你想好做什么菜了吗？福宝还没有想好，我在看你们说悄悄话，好甜蜜呀！若不是有白鹤刀加持，凭你的刀工根本比不过我。就算你刀工比我好，退一万步来讲，你的菜品味道也远远不如我。更激烈啊！糖醋雪莲花，大功告成。三鲜脱骨鱼。这鱼肉娇嫩，哎，里面的羊肉啊鲜美无比，哎，这鱼和羊两个字加在一起啊，就是个鲜，不错，不错。妈咪，我想到做什么啦？寒风冷气醉冰霜，冰清玉洁雪莲花。这糖醋雪莲花卖相极佳呀，酸甜咸配比的恰到好处，挑不出一点问题，堪称上品佳肴。这吃下去，五脏六腑都清爽清凉啊，如天山雪莲一样大补啊！好菜。我终究又是输给了郭雨辰。五位评委，味道如何？该公布结果了吧？不用商量了，我已经知道结果了。这才是冠军该有的样子。接下来轮到你们了。福宝，你刚刚说你想做什么菜？我要给他做一样的糖醋雪莲花。这道菜最大的难点在冰山，冰山可是很难雕刻的。评委们刚刚尝过这道菜，做这道菜对你来很不利的。郭雨辰珠玉在前，评委的口味只会更挑剔。他是不是知道自己赢不了，就想找话题为自己博眼球啊？哼，自寻死路！你这样玩，还不如直接认输。为什么他可以做，我就不能？切！就凭你这把平平无奇的菜刀，恐怕你的刀在冰上磕两下就坏了。厂商玩具多，我又不是厂商，接下来让你开开眼。他竟然用一把这么普通的刀雕冰，就连食神都是用白鹤刀那样的名刀才可以完成啊！我应该提前让名将准备一把好刀，是我准备不充分了。比起这个，我更好奇福宝争强好胜的性格到底随了谁？我争强好胜吗？你云淡风轻，人淡如菊。看来是随了他爹，当初就不应该。争强好胜也未必是件坏事，可能福宝的爸爸是一个特别有上进心的好男人。他们是来看福宝比赛的，还是来谈恋爱的？竟然真的被他做到了！啊，他只是刀工比较好罢了。徐大师，您是否感觉压力倍增？哼，谁知道他是不是中看不中用呢？我们比的是味道，我可是精通8大菜系。那徐大师，您要做的菜是龙腾四海，
徐大师竟然做的是玉山酒楼的招牌菜龙腾四海。要不是尊重比赛，我都想炒盘土豆丝把他赢了。徐大师做的招牌菜龙腾四海，你还要继续做顾大师做过的糖醋雪莲花吗？我不止做，我还要改良升级。我倒是要看看你还能怎么样改良升级。哎，它那个上面淋的是什么？这糖醋雪莲花妙就妙在口感清爽，可绝不能随意创新啊！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口感。福宝这样做实在是太冒险了。这一点可能是随了他的爸爸呢。别提孩子他爸了，现在越分析越觉得不是什么好人。这龙腾四海，香气扑鼻啊！我可是听说这酱汁是徐峰的独家配方。不愧是御膳酒楼的招牌菜啊！这虾肉外松里嫩，鲜美无比啊！这酱香的醇厚和龙虾的香甜，简直就是完美的融合。吃了我龙腾四海的人，无不为之绝味。我看你拿什么和我比？哼，你别笑，一会儿就让你笑不出来了。评委们该尝尝福宝菜了。我看这就没有尝的必要了吧。郭师生的糖醋雪莲花我们已经尝过了，你这个我实在提不起兴趣。福宝是在郭雨辰的基础上做的改良和创新。哦，什么改良，什么创新？它的摆盘造型和郭师神的可是一模一样啊！郭师神已经做到了这道菜的巅峰，用他的满分做对比，哪怕你有90分，在我们眼里啊，也就只有70分，是吗？这就不用比了吧，直接宣布结果。这么重要的比赛，你们这几个评委只靠直观的判断，尝都不尝，怎么服众？食神争霸大赛公平公正，还是半点偏见也不该有。你看，我又说了，这压根就没有尝的必要嘛。陈老，你偏心思福宝可不是一次两次，这下总该说实话了吧？还改良升级，以你现在的水平，只能叫多此一举，自讨苦吃。不，我的创新非常成功。你居然说他6岁的孩子竟然能改良成功？蒋清源，你拼货的是不是有点太明显了？这好冷，师傅在哪？我好饿。难道你是那火柴的小女孩吗？好好吃啊！我以后吃不到这样的美食，该怎么办？阿姨，你怎么哭了？这味道，我根本就没有尝过。除了本来的清香，它还加了一层香甜的酸味，口感丰富啊！你最后在这菜品上淋的是什么汁？苹果醋还有柠檬汁。福宝是在传统糖醋的做法上，大胆地加入了水果的酸味。糖醋雪莲是一道清爽的素菜，正好跟果香适配。突然提到了苹果醋和柠檬汁，我这胃口突然又有了。那等福宝赢得了比赛，我让他给你做一大桌子好吃的。那你去我家做，你不说话那就答应了。竟然是苹果醋和柠檬汁，难怪口齿留香啊！
哎呀，郭师恩的糖醋雪莲花就犹如那一世而独立的天山雪莲，只可远观，不可亵玩呐。而这道菜就是给了莲花以生命啊，酸酸甜甜，口感适中，我从来没有尝过如此清爽的味道啊！什么意思？难道苏福宝的菜比郭雨辰做的还好？郭雨辰可是蝉联5届的食神，苏福宝能构成这么大的威胁？我还是更喜欢郭雨辰的糖醋雪莲花。我喜欢福宝的这道菜，大胆新颖。现在是我跟苏福宝的比赛，你们拿苏福宝跟他比什么？同样的菜难免对比，苏福宝的创新非常成功。他改良的很成功，能比过我的龙腾四海吗？这一票我投给苏福宝。我也投给苏福宝。苏福宝顶着郭雨辰的压力再来比赛，已经是拔高了难度了，而且他的菜的品质无可挑剔，令人惊喜啊！所以陈老您的投票是？当然也是给福宝啊！我很高兴他能有这么大的突破。福宝赢了。 5位选手有3位投了苏福宝，另外2位，我这票给苏福宝，我这票也投给苏福宝。我宣布，我不服，他只是个6岁的小孩，凭什么服我？哎，又来了，老是攻击福宝的年纪，福宝年纪小也不怪福宝的错。我不服，我还没有尽全力，我苦学专业3年的独角赛，我还没有拿出来。是谁拦着你了？ 不让你尽全力了吗？我以为我真的能赢你，我只是想把我的拿手菜放到决赛去应付日晨。不把比赛把人给比哭了。好了，下年再来吧，不要哭了。我宣布，食神争霸赛第1轮，苏福宝对徐峰。 苏福宝胜。福宝，我们喜欢你，我们永远支持你，支持你。好。那你听听，福宝真棒。那你听听，顾总，你怎么了？ 福宝知道你们都去了这里，相当于……你从哪里学的这些乱七八糟的？你是不是自己偷偷看偶像剧了？福宝的意思是啊，我们间接接吻了。这个小野种竟然能当我决赛的对手，还好我这一次只拿出了7分的实力。食神争霸赛的第1场告一段落，大家敬请期待1周后的决赛，郭雨辰 对战苏福宝。妈咪，我们家没有爸爸家厕所的。妈咪，我也是要面子的，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福宝，你喜欢住大房子吗？喜欢。那你要不要和妈妈一起搬到这里住？想呀。别紧张，我逗福宝玩呢。哎呦，福宝来啦！奶奶刚刚在电视上看见了，你比赛进决赛啦？是呀，奶奶，我好久都没见你了。奶奶啊，最近一直胃溃疡，在家休养呢。来，过来，福宝，奶奶抱抱。不行，奶奶身体不好，我都50斤了。啊，您这病刚好，注意点身体。哦，老夫人原来是在休养啊，难怪餐厅开业和比赛现场都没去。您现在身体好些了吗？都喝了1个星期的粥了，生无可恋了。顾总，夫人，我这就让助手去备餐。不要叫，我就是。爸爸肚子里的馋虫都叫了，煮面是最快的面对奶奶的胃好。福宝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一直叫他爸爸的习惯啊？这样下去不好。
这不是西瓜，他就是福宝的爸爸。妈妈都不知道你爸爸是谁，你怎么可能知道？福宝，如果你真的想有一个爸爸，那等你比赛结束，妈妈就谈个恋爱，给你找一个爸爸，怎么样？这不就是现成的吗？妈妈，他的意思是说他愿意跟你谈恋爱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煮面很简单的，你先去陪顾老夫人吧。这就要搞得走了。爸爸，你可以帮忙做妈妈的男朋友吗？福宝，妈妈一直以为你而荣，现在因为有你，我感觉到丢脸。他就是乱讲，要不然你先切一个喜欢的番茄吧。好。爸爸，你会切菜吗？这样可以吗？爸爸到。自从环安他爸走以后，这家里还从来没有这么热闹。顾先生这是第一次进厨房帮忙，味道怎么样？除了番茄切的比较厚以外，其他都挺好的。你们娘俩第一次来我们家，这是奶奶的一点心意。谢谢奶奶。这怎么行呢？也不是什么节日的，这个红包我们不能收。收下吧，就是这样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女方第一次上门来我们家，我是顾环他妈，当然得表示表示了。我拿福宝当亲孙女，把你当亲儿媳的。妈，你刚才那样吓到苏然了。喂，吴总，福宝跟你的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。你说，福宝就是你亲生的。我现在就把鉴定报告给你送过来。好。我还真是小看了你跟这个业主。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别忘了，你是我爸在冰天雪地里捡回来的，要问题有主，你当我不是？只要你们退出赤山争霸赛，我可以把白鹤刀让给你。妈妈劝我们退赛的。一把白鹤刀还不足以劝退我，别忘了，你欠我苏家的不止一把白鹤刀。就不是吃罚酒。不是说啊，到底怎么样才能退赛？退赛绝不可能！我要在决赛上将你如何谋害我父亲、谋夺我苏家财产的事广而告之，让你身败名裂，以告慰我父亲的在天之灵。不识好歹！来人！这小已经的手砸断，我看他怎么退赛！你要干什么？你真以为你能误会了天？你要是敢动福宝，我跟你拼命！你这条贱命要不是你有顾寒来护着，早就被我了结了。把门给我打开！什么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跟我作对的下场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别碰我！放开我！看！你干什么？福宝！把他给我放了！妈咪，你没事吧？吓死福宝了！按你这想逃得开去，是不是？顾总，我只是劝他们退赛，不要自取其辱。他们是我的人，动他就是动我。顾总，这个贱人早在外面和野男人睡了，还生下这个野种。这个野种的爹是谁都不知道，你为什么还要护着他们？那我就告诉你，我就是福宝的爸。这
这是亲子鉴定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顾环就是7年前的男人，是福宝的父亲。这不可能，他在骗你，这亲子鉴定是假的。他都不知道亲子鉴定这件事儿，怎么可能作假？退一万步讲，就算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也一样爱她们。凭什么苏然你命这么好，有顾海安庇护？我命好，因为你这个白眼狼，我父亲死了，我苏家没了，我命好。当年你要是从了我，你爸根本就不会死。你这个白眼狼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厚颜无耻、颠倒是非，把一切错都怪到我头上？啊？你说我害死了你爸？证据？证据呢？你要是拿不出来证据，就是血口喷人。你以为你对他参加了决赛就能替你们苏家报仇了吗？大家都只会相信冠军，你的话在他们眼里就只是输掉比赛的污蔑和嫉妒。你再多说一句，你信不信我让你永远都开不了口？我们走。妈妈，你真是我爸爸对吗？是的，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亲生父女。妈咪，我就说吧，他就是我的爸爸，这下你信了吧？7年前，7年前，金皇酒店还有这枚玉佩。妈咪，你真是大侄女，爸爸找到了我们，你要亲亲抱抱给他奖励一下啊！然然，这些年，对不起，我缺席了。下来我可以看了吗？福宝，我跟你爸爸还有话说，你先回去自己玩。难怪你一直帮我和福宝，原来你早就认出我了。之前我没敢认，这下我的亲子鉴定了，你应该跑不了。还是说，你想像7年前那次留下玉佩这样吗？不会了。以城以城，争霸是城；以城以城，争霸是城。你连郭食神的手指头都比不上，还是滚回家好好照镜子去吧！论你也想赢过郭食神，做梦吧！妈咪，为什么坏人有粉丝，福宝没有？福宝厨艺天下无双，粉丝布阵位冠群芳，是林微微影后。妈咪，我也有粉丝啦！福宝，你今天可一定要赢啊！林小姐为了支持你啊，还在所有的社交平台上转发今天的决赛视频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会有上亿人关注。上亿人，这么多人想认识福宝啊！我是福宝的爸爸，我替他谢谢你们的支持。这是我亲爸爸，亲的不能再亲的爸爸。顾总，好像没人关心你是福宝的爸爸吧？以城，争霸时辰；以城以城，争霸时辰。我是十味楼的骨灰级粉丝哦，雨辰。郭食神，你这左手怎么了？没事，不会影响比赛。肯定是苏福宝他们做的。这是仗着有顾怀言撑腰，无法无天了，真是卑鄙！他的仇只给他一点颜色瞧瞧，他先欺负我和妈咪的。你这是承认郭食神的手是你们干的喽？今天的比赛至高无上，你们居然用这种肮脏的手段取消资格，退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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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安，把这人给我丢出去！郭书晨，我会一直支持你的。今天的比赛你一定要赢啊！你一定要赢啊！顾总，你的强权压不了人。
如果真的要用强权压制你的话，你可能都走不到今天。他对你处处容忍，就是为了让福宝能堂堂正正的赢。赢我？我可是蝉联5届的师神，更是苏魏唯一的亲传弟子。就算我左手骨折，我也一样赢得了他。宗主的叔叔居然还这么自信。毕竟是苏魏的亲传弟子。苏魏，听说那可是处世界无法逾越的高山，500年难遇的才。郭雨辰深得苏魏真传，除非苏魏在世，否则不可能有人赢他。苏魏的亲传弟子就这么自信，那如果是苏魏的亲生血脉，对呀，怎么可能？苏魏老先生7年前重症在床，不治而死，没听说还有血脉啊！你们还真敢吹啊！想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也不能沾死人的光呀！爱信不信？哼！会不会真有可能是真的呀？一般的小孩怎么可能会做饭，还能进食神争霸赛的决赛？如果她真是苏魏苏先生的孙女，将轰动整个出界，前途必然无可限量。你打断我的手，阻止我参赛也就罢，现在竟然想攀扯利用我师父苏威。攀扯利用，是你杀害我父亲，谋夺我苏家家产，攀扯利用我父亲的人明明是你。越来越扯了，竟然说郭师神杀了苏魏。苏魏可是郭师神的师傅，他最为敬重。我一直都很敬重我的师傅，你说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发生。诽谤、污蔑可是犯法的。你说这句话，不恶心不愧疚。身为苏魏的亲生女儿，有什么理由污蔑你？你说你是苏先生的女儿，拿出出生证明来。要是拿不出来证据，你就是在血口喷人。不要怪我暴气，维护我的合法权益。这是我的出生证明，我的父亲就是尸神苏魏。出生证明，她真是苏魏的女儿。如果她真的是苏魏的女儿，那她说的话很有信服力啊。一张出生证明罢了，凭顾怀安的地位，弄一张假的轻而易举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张证明上的公章是假的？别胡搅蛮缠了，顾海安权势滔天，你这份出生证明就是假的。这怕是个商业阴谋吧？这幕后主使必然是那顾怀安。听到了吗？你说的话没人相信，谨言慎行，小心别牵扯到了顾总。我不怕被他连累，只是以他现在的地位，恐怕大家会更相信。那你等我赢了再给你讨回公道，好不好？好。比赛就要开始了，我们不急于这一时。大家好，现场已经火药味十足了呀！看来今天的比赛比以往的每一届都要更加的精彩。让我们有请2位选手上台。2位打个招呼呗，有什么话想和对方说？你年龄小，但我不会让着你，期待和你的比赛。你欺负我和妈妈是坏的，我不跟外人握手。你这样，观众只会说你不识好歹。告诉爸爸，我喜欢你们讨厌我又放不掉我的样子。福宝真棒，说出了我对黑粉的心里话。郭师神主动握手，他竟然不识好歹，爸妈是怎么教的？如此目中无人，真不像苏先生的孙女。小福宝，到你了，有什么话想和你的对手说？我可以跟我妈妈说吗？这可不是获奖感言哟，获奖感言的话就可以了。那我就没什么说的，等我赢了再跟妈妈说话。你就这么自信自己能赢？无知者无畏罢。你的主意都是从爷爷那边偷来的，明明是小偷还那么自信。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，大家知道什么日子吗？
据我所知，今天是苏卫7周年忌日。没错，苏卫是食神争霸赛的首席冠军，更是食神争霸赛的终身评委，他的地位举足轻重。爸，7年后，福宝也站在了你最重要的舞台。当年你死不瞑目，女儿今天一定要让你安息。为了纪念苏先生离世7周年，也为了感谢苏先生对比赛对大夏厨艺的贡献，今天这个比赛有个特别的规定。难道跟我爷爷有关？没错，以往的比赛不限菜品，不限时间，不限做法，而这一次参赛双方必须从苏先生的菜品中挑选。从他的菜式中挑选？我可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，苏福宝，恐怕你连苏威的面都没见过。爷爷菜我也细细钻研过。外人能学会的都只是一些皮毛，还有一本菜谱，名为《苏氏菜谱》，博大精深，那才是他的精华所在。无耻之徒！菜谱难道又被他偷了？我苏家自古以来就是御厨，苏氏菜谱传承了300年，上面记载了很多失传的名菜的配方，从来不外传。那岂不是福宝吃亏了？那本菜谱我从小时候就翻烂了，凭着记忆教过福宝一些，只是不知道他还记得多少。可是你也会厨艺，那你为什么让福宝参加，而你不去？他们不信，说了你这么一个欺师灭祖的混蛋。死到临头了，还宁死不屈。本来你乖乖求饶，我还能给你一个痛快。既然如此，苏威才会慢慢的麻痹你的味觉。我要让你在临死之前再摄取一些最重要的东西。你不要告诉福宝，我其实尝不到味道。你说什么？我尝不到味道，但每一次福宝做的饭，我都会说是绝世佳肴。那你应该对福宝付出很多。你应该是个很好的人，因为福宝是全世界最懂事的小孩。我宣布，比赛正式开始。二位，来。这些都是什么肉？鸡、鸭、鹅、鸽子、鹌鹑。道他要做，又是白鹤刀，大夏排名第1的道具。这刀工比上次更熟练，看来今天状态很好。哎，看这刀上的图案，好像是流云刀。流云刀不是早就流传在国外了吗？福宝哪里来的？爷爷家大牛头不是白鹤吗？8000万从国外买回来的。8000万？我看刚好国外的拍卖行卖，就买了。白鹤刀的市价都没有那么贵。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所以刚好有钱我就买了，还给你买了一条钻石项链。传说中的凌空斩，凌空斩，这可需要10几年的经验啊！在他这样的年纪就可以用出来，就跟苏威一样，他是个天才啊！福宝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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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这是我孙女儿，我亲孙女儿。不管你有几分本事，师生只能是我的。这一流的炒作，简直是炉火纯青啊！刀工只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，最重要的还是这翻炒的技术和这调料的配比。真正的高手是显山不露水的。没见过像你这么长跑的，你这2下，难道有一点技术？你仔细看一下，福宝到底是怎么炒的。
数。八卦炒啊，八卦炒啊！这手法如八卦图一样旋转，食材在锅里翻舞，这一翻一炒都恰到好处。哎，这就是苏先生的八卦炒啊！听说这八卦炒是苏先生的绝活之一，连郭雨辰都没学会。八卦炒菜受人跟煎盐，也不会破坏食材结构。郭雨辰，这一招你不会吧？当年的死叫胡弄，凭什么苏不能做到？福宝爷爷具有殊威，现在你们该信了吧？不可能！郭食神都说你们是在攀扯苏先生，难道郭食神是在说谎？你真相了，他真的在撒谎。你紧咬不放到底是什么情？就算你会八卦炒凌空斩，你也赢不了郭雨辰。我不能为他们扰乱，不能被苏福宝的假把式唬到。我才是师傅最看重、最得意的弟子。我是蝉联了5年的食神，我还有这么多的粉丝。两位选手竟然不约而同的做了同一道菜，这是什么菜？从来没见过。这造型也太别致了吧！我知道，还有幸尝过，这是苏老的家传菜——百鸟朝凤。冉冉，什么是百鸟朝凤？百鸟朝凤就是用鸡、鸭、鹅、鸽子、鹌鹑等9种鸟的肉蒸煮调味，然后拼接到一起，做成凤凰的形状。这道菜啊，是苏味主张，做法从未外传。这苏福宝在哪学的？天哪！现在说苏福宝是苏卫的孙女，我就信了。除了这个理由，也没别的解释了。我指控苏福宝抄袭我的菜式。谁强用我家的菜谱，是你剽窃。我看就是你抄袭了。难怪你能做出这道失传的百鸟朝凤。我建议直接取消苏福宝的比赛资格。我5岁就会做这个菜了，我没有抄袭。证据呢？你拿什么证明自己没有抄袭？福宝个子矮，福宝看不见。确实，以福宝的视线，根本看不清对手做菜的手法。还好意思说我们福宝抄袭，不要脸！就是真会碰瓷儿。不排除他可以照葫芦画瓢。你虽然看不到我做菜的细节，但是你可以猜出大概的步骤。你这真是说的离谱，一切只不过是你的揣测。刚才我一直在观察苏福宝在做菜的过程中，压根就没有多看你一眼啊！我承认我自己是个小土豆了，你为什么要欺负一个小土豆呢？冉冉，相信有我的基因，福宝以后长大肯定会到1米8。你能让一个女孩子长到1米8，这说的是人吗？如果苏福宝是现学现卖，那他做的这个百鸟朝凤啊，肯定是徒有其表，味道一定比不过你啊！他爷爷说的对，我们看味道来评价是不是抄袭。这样对你公平的很，你没意见了吧？我没有意见，但是如果说它的味道不如我，那就证明他是抄袭。比赛现场当场抄袭，性质恶劣，我申请追究苏福宝的责任，让他冬青禁赛。你别欺人太甚，就算福宝做的味道不如你，也不能证明他抄袭。别跟疯狗一般见识。没事没事，福宝愿意答应他。如果味道不如他，福宝就终身禁赛。赌这么大，福宝心太重了。你懂什么？这叫自信。以福宝的实力，有这种自信，还很正常吧？你们2个脑残粉，要长远的替福宝考虑。既然你都已经答应了，那就把菜品上去给评委品尝吧。2个评委都不会买单，就这才能赢。感谢2位评委老师赏脸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当然是让你们赚钱啊！这些钱都是你们的，只要能确保这场比赛是我赢。不行，你这是贿赂评委。哎，怎么能说是贿赂呢？你们私底下早就花了好几百万买我酒，我就只是感谢2位老师对我的信任。
我先尝尝苏福宝的。这味道从入口处味蕾绽放的极致享受，鼻腔也被瞬间打开了100倍。每次呼吸，我都仿佛在飞翔，飞呀飞呀，无数的鸟在我的耳边歌唱，让我仿佛身处在鸟的天堂，让我想大喊一句：太好吃了！味道如何？评委可以评价一下吗？我可以很负责地说，你这道菜做的不伦不类，徒有其表，实则难以下咽，连原本的1%都比不过。你把我的菜弄翻了！这么难吃的菜，翻了又怎么样？大不了我跟你说句对不起了。他又不是故意的，况且另外一位评委不是也品尝过了吗？我和周老师的评价一样，舒福宝的这道百鸟朝凤看着有鼻子有眼，实际一堆大乱炖罢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会这么轻，你等我一下。2位评委都不满意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？不可能，他肯定是故意把菜弄翻的。我承认是我打翻了你的菜，但是不会改变我的看法，你这道菜很失败。与其在这怨天尤人，不如想想办法怎么补救。距离比赛只有5分钟了，太欺负人了！这个评委我以后一定要封杀他。福宝，要不重新再做一道菜吧？这怎么可能？5分钟能做什么菜？不如这样，你自愿认输，我可以不追究你抄袭。咱福宝认输，你做梦，还有5分钟呢。福宝，放手去做，有爸爸妈妈在，一定会给你兜底撑腰。妈咪，我想好了，我要做世界上最好吃的菜。分钟，还做一道全世界最好吃的菜，我怕你这急得神志不清了吧？这道多了，好苦，好难吃。妈咪尝尝。1把细面，1碗高汤，再加上猪油清水，咱们苏家人学会的第一道菜就是这碗阳春面。妈咪，你不觉得难吃吗？怎么会呢？你做的所有东西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。他竟然做的是阳春面，而且还做了6碗。 5个评委怎么做6碗？妈咪，你小时候可是吃爷爷的面长大了，现在爷爷不在了，我会天天给你做的。我没看错吧？他的白发变黑了。魔术？幻觉？这一刻，我感受到了孩子对母亲的爱，她是伟大的，单纯且纯粹。郭雨辰，那年我爸在冰天雪地里把你捡回家，你还记得他给你吃的是什么吗？这碗面好好吃。哎，以后就跟着我吧，我不会再让你饿肚子。各位评委，我申请先品尝我的百鸟朝凤。不错，不愧是百鸟朝凤仙品菜肴，唇齿留香啊！9种路的浓度，超高的记忆，绝无仅有的味道啊！这道菜在我这里几乎是满分啊！如果你的百鸟朝凤没有被打翻的话，还可以比一比。但现在要靠这一碗面。怎么还把人吃哭了？这还用问吗？好吃哭的呗。几位评委，你们倒是说点什么呀？说什么呀？这是我们记忆中的味道，温暖、久远、童年的味道，家的味道。原来这里真的是情绪奇观，吃出了幸福感。葱香、酱油香、猪油的脂香，面条柔软滑嫩，这裹着汤汁进入肚子里，像六腑，
不舒坦通畅。你也想吃吗？我管你罢了，又没说你赢。我投苏福宝一票，能做出这碗面的人，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做好百鸟朝凤。福宝妈妈吃了这面之后，头发竟然能从白发变为青丝，这样的技艺已不是凡人，食神的神子发挥的淋漓尽致啊！郭雨辰，你确实优秀。可是福宝他是天才，你若不信，大可以自己来试一下。我觉得一般。我的人已经查到了，郭雨辰对你们二人进行行贿，而且你们还涉嫌操盘重大的赌，执法机关人员已经正在领路上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郭雨辰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那年冬天你6岁，一碗热汤入腹，你连吃3碗。我父亲给你洗澡，给你剪头，你跪地行拜施礼，这些事你忘了？不好了，郭总，陆氏集团收购十味楼，其他股东全都同意了。十味楼你们也要抢走？这个老东西该死！这就是想养一条勤勤恳恳的狗，你做事而已啊！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爸？他要是心里有我，为什么白鹤刀和十味楼是传你而不是传我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执迷不悟，你买通了2位评委，还是输掉了比赛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也这么多年，终究还是比不过血脉的传承。凭什么？站住！有人举报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师傅，我其实一直都想当你的亲儿子呀。两位，走一趟吧。我食神塌房了。本以为不追娱乐圈的就没事了，这怎么追个做饭的还塌房了？所以苏福宝就是苏卫的亲孙女儿。苏卫后继有人，年度感人新闻之一啊！福宝餐厅的预约排队已经到下个月了，离谱啊！太离谱了！福宝冠军，福宝冠军，福宝冠军！我宣布，今年食神争霸大赛的冠军苏福宝。刚才不响。也要感谢爸爸妈妈，没有爸爸妈妈就没有我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俩上台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快点！十味楼我已经收购了，我会作为彩礼送给你。十味楼回来了，作为苏家的冠军已经回来了，我也回来了。冉冉，嫁给我好吗？嫁给他！嫁给他！好。